大家好，感谢你点开这个视频。一场发生在剑桥大学的留学生聚会，意外揭开了一个令人深思的交锋。当一位来自北京的官二代肆意炫耀，并扬言早上出兵，中午就能拿下台湾时，一个平静的声音打破了他的狂妄。这位台湾学生不卑不亢地分析，从岛屿防御到产业优势，从战略布局到国际关系，每一个论点都如同重锤，让自以为是的傲慢土崩瓦解。这不仅是一场关于实力的辩论，更是一次理性与偏见的较量。整个聚会陷入震惊，狂妄的官二代羞愧难当，沉默无语。想知道这场意外的交锋背后发生了什么吗？让我们一起来了解。周五晚上，剑桥大学国际学生中心灯火通明，一场名为全球视野的跨文化交流派对正在热闹进行。各国留学生三五成群，交谈声、笑声和轻快的背景音乐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和谐的国际画卷。陈志祥站在饮料区，正和几位来自印度、日本的同学聊着这学期的课程安排。他个子不高，穿着简单的灰色 T 恤和牛仔裤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笑容温和。作为台湾来的交换生，他在剑桥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已经1年多。性格随和的他在校园里交了不少朋友。嘿，你们知道吗？剑桥商学院又被评为全球前3了。日本同学中岛正信兴奋地说，不过我听说今年亚洲地区的排名，新加坡和香港的学校都超过了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个响亮而略带嘲讽的女生从旁边插了进来，什么香港、新加坡，再强能强过大陆的北大、清华吗？西方人就是偏见，永远看不起中国的教育和科技。陈志祥转头看去，说话的女孩身材高挑，一头时尚的短发，身着某奢侈品牌的连衣裙，手腕上的手镯在灯光下闪闪发光。她正是中国留学生李斯，据说是北京某部级干部的女儿，在学校里总是光鲜亮丽，出手阔绰。你好，李同学。陈志祥礼貌地打招呼。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，排名只是参考。哦，是台湾来的陈同学啊。李斯上下打量着他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屑，说起来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们台湾人到底觉得自己是什么身份？一个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的小岛，凭什么在国际上到处刷存在感？周围的交谈声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几位亚洲学生面面相觑。欧美学生虽然听不太懂中文，但也感受到了气氛的突然变化。陈志祥深吸一口气，保持着平静的表情。这不是他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挑衅，在国际学生的圈子里，有关中国和台湾的敏感话题总是难以避免。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看法，李同学。不过我们今天是来交流文化的，政治话题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。陈志祥试图岔开话题。李斯不依不饶，声音提高了几分。怎么，不敢讨论？告诉你，台湾迟早要回归祖国，解放军早上出兵，中午就能拿下台湾，你们那点军力根本不值一提。这句话一出，原本就安静的周围更是一片寂静。几个欧美学生询问起旁边的翻译，了解到争论的内容后，眼神中流露出好奇和担忧。是吗？陈志祥放下手中的饮料，声音依然平静，但眼神变得坚定。李同学，你是从哪里听来这个说法的？网络新闻、社交媒体，还是某些政治宣传？李斯得意地挺直身子，这是共识。任何了解军事的人都知道，台湾那么小，没有任何抵抗的可能。来自德国的马克皱起眉头，用英语问道，这是真的吗？6小时就能占领一个国家？这听起来太难以置信了，没听过这句话吗？李斯扬起下巴，继续说道，早上出兵，中午统一，下午发身份证，晚上一起看新闻联播。第二天一早，
升国旗奏国歌，中国人民都知道。陈志祥看了看周围惊讶的目光，微微一笑，既然话题已经被提出来了，我想我有必要澄清一些事实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我很乐意分享一些关于台湾真实情况的看法。一群学生迅速围拢过来，有人搬来椅子，有人拿出手机准备记录，原本轻松的派对气氛转变成了一场即兴的国际关系讨论会。李斯环抱双臂站在人群中，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。印度学生拉胡尔带头说，我很感兴趣。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台湾的新闻，但很少有机会听到台湾人自己的声音。来自英国的艾米丽点点头，是啊，尤其是关于军事和防御的部分，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信息往往很片面。陈志祥站起身来，环顾四周，深呼一口气，那么我想从最基本的现实情况开始讲起。首先，关于6小时拿下台湾的说法，陈志祥笑了笑，语气轻松，但内容严肃。这完全是不了解军事常识的人才会相信的神话。李斯皱眉，正要反驳，陈志祥却拿出手机，倒出一张台湾地形图向大家展示，请看，台湾西部面向中国大陆的海岸线长达1200公里，但真正适合登陆的沙滩只有14处，每一处都布置了大量的反登陆设施和防御工事。他放大地图的某个部分，而台湾东部是高耸的中央山脉，平均海拔超过2000米，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。任何军事行动必须考虑这些地理因素。一位学军事战略的法国学生点点头，地形在现代战争中仍然至关重要，这点毋庸置疑。不仅如此，陈志祥继续说道，台湾周围的海峡水流复杂，天气多变。根据军事专家分析，一年中适合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天气窗口期不超过20天，这就意味着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完成，这大大增加了作战难度。他切换到另一张图片，显示的是台湾的防空系统。自2021年起，台湾已经提升了整体防卫概念战略，不再仅依赖传统军力，而是发展不对称战力。今年国防预算已增至5850亿新台币，重点发展反舰导弹、机动防空系统和海上积雷等防御武器。李斯不以为然，预算再高也比不上大陆，人口差距摆在那里。你说的对，李同学。陈志祥点头承认，台湾的总人口约2300万，确实无法与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相比。但防御战与进攻战的原理完全不同，防守方只需要阻止进攻方的登陆或控制关键地区即可。他打开另一个页面，乌克兰战争给了全世界一个深刻教训，即使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军事强国，一个决心自卫的国家也能通过正确的战略和装备有效抵抗。台湾军方已经认真研究了这场战争的经验教训。马克若有所思，确实，乌克兰的抵抗出乎所有人预料。我记得分析师最初也预测基辅会在几天内沦陷。更重要的是，明星陈志祥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。最新民调显示，超过 78% 的台湾民众表示愿意为保卫家园而战。这种决心是任何军事计划都无法忽视的因素。他转向李斯，李同学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在最理想的军事计划中，要控制一个2300万人口、高度现代化、决心抵抗的岛屿，需要投入多少军力和资源？现代战争不是单纯的兵力对比，而是综合国力、国际环境、民心向背的复杂博弈。李斯的表情开始有些动摇，他轻哼一声，军事上的事情谁知道呢？反正台湾的命运已经注定了。一位来自韩国的学生好奇地问，陈，台湾人是怎么看待自己的防御能力的？你们真的认为可以抵抗住攻击吗？陈志祥笑了笑，我们既不高估也不低估自己的能力。我们知道面对大国时的困难和挑战，
当我们相信凭借地理优势、现代化装备和人民的决心，我们有能力让任何侵略者付出无法接受的代价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更多的学生被吸引过来，加入了这场讨论。一位正在学习国际贸易的新加坡学生忍不住问道，除了军事，台湾在其他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我听说台湾的科技产业很发达。陈志祥点点头，话锋一转，说到这个，我们不妨谈谈台湾在全球科技创新中的地位，这可能会让大家对台湾有更全面的了解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陈志祥的眼睛亮了起来。你们每天使用的手机、电脑、游戏机，甚至汽车里的电子系统，很可能都离不开台湾制造的芯片。他拿出自己的手机，这部 iPhone 里的核心处理器是由台积电代工生产的。台积电全名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，是全球最大的芯片代工企业，占据全球先进制程芯片制造市场超过 60% 的份额。路过的一位学计算机的学生惊讶地插话，台积电，我刚好在写一篇关于半导体产业的论文，他们已经量产3纳米制程了，而且2纳米的研发也在推进，这在全球芯片制造领域是绝对领先的。陈志祥点头，没错，全球 90% 以上的高端芯片都依赖台湾制造，不仅是苹果、高通这样的美国公司，连中国的华为、联发科等企业也都是台积电的客户。李斯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，他知道这些数据是真实的。除了台积电，台湾还有广达、和硕、鸿海等世界级的电子制造企业。陈志祥继续说道，全球 60% 以上的笔记本电脑来自台湾企业的制造。日本同学中岛正新提问，这么说，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着关键位置。正是如此，陈志祥回答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扫视周围的学生，想象一下，如果台湾的芯片生产线因战争而停摆，全球的智能手机、个人电脑、数据中心、汽车电子系统等产业链将遭受巨大冲击。这不仅影响台湾和中国，更会影响整个世界经济。他继续说道，台湾的外汇储备超过5600亿美元，是全球第4大外汇储备国。我们的经济韧性非常强，即使在全球疫情最严重的时期，台湾仍保持了 2.5% 的经济增长。一位学经济学的德国学生插话，确实，台湾的经济表现一直很稳健。我在研究报告中看到，台湾是少数几个在疫情期间依然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之一。不仅如此，陈志祥补充道，台湾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贸易协定，我们的出口市场高度多元化，不仅限于中国大陆。近年来，台湾积极参与新南向政策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合作，进一步分散了经济风险。李斯终于找到机会反驳，可你们的经济规模太小了。2022年，台湾 GDP 才1600亿美元，连广东省的一半都不到。陈志祥笑了笑，经济不是单看规模，更要看质量和人均水平。台湾人均 GDP 超过35000美元，远高于中国大陆的12000美元。更重要的是，台湾的收入分配更加均衡，基尼系数远低于中国大陆，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更高。印度学生拉胡尔若有所思，这确实很重要。我在研究发展经济学时发现，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分配的公平性，往往比单纯的增长速度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。陈志祥继续说道，此外，台湾的民主制度和透明的市场环境，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。企业可以在法治环境下安心经营，创新创业的活力十分旺盛。每年台湾新创企业的数量都在增长，尤其在数字经济和绿色能源领域。他环顾四周，发现学生们都在认真倾听，李斯的表情也从最初的嘲讽变成了若有所思。
所以陈志祥总结到，当我们讨论台湾时，不能只看它的面积和人口，还要看它在全球经济和科技创新中的地位和贡献，这正是台湾的真正价值和力量所在。接着，一位来自英国的政治学专业学生提出了新的问题，考虑到台湾的特殊国际地位，它如何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发展？你们有足够的国际支持吗？陈志祥微微一笑，准备谈论这个更为复杂的话题。关于台湾的国际地位，确实是个复杂的问题。陈志祥调整了一下坐姿，语气变得更加认真。虽然台湾只与24个国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，但我们与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实质性的经贸和文化往来。他拿出手机，展示了一张图表，台湾护照免签或落地签国家已达145个，远超中国大陆的70多个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实际认可。李斯终于忍不住打断，那又怎样？那只是西方国家为了遏制中国而给台湾的政治筹码。陈志祥平静地回应，国际关系不会那么简单。各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基于多方面考量，包括共同价值观、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平衡。一位澳大利亚学生举手发言，确实，我们国家虽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，但同时与台湾保持着密切的经贸关系。去年澳台贸易额创历史新高，达到180亿澳元，这正是实质关系的体现。陈志祥点头说道，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，但台湾与美国、日本、欧盟等主要经济体都设有相当于大使馆功能的代表处，进行实质性的外交活动。他继续说道，2022年，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政策法，进一步强化美台关系，包括提供防御性武器和军事训练。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曾公开表示，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，表明日本对台海安全的重视。法国学生好奇地问，台湾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程度如何？这是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。陈志祥坦诚地回答，由于政治因素，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之外。不过，我们仍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与 APEC、WTO 等经济组织，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。他转向李斯，李同学可能会说，这些国际参与都是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台湾2300万人民也应该有权利在国际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尤其是在全球健康、气候变化等影响全人类的议题上。李斯撇了撇嘴，但没有反驳。陈志祥继续说道，更重要的是，台湾的国际支持不仅来自政府层面，更来自民间社会。台湾的民主制度、言论自由和多元文化赢得了全球民主国家公民的广泛认同。一位欧洲学生点头说道，确实，我很欣赏台湾的社会开放度。我的一位朋友去台湾交换，回来后一直称赞台湾的多元与包容。民主和自由不仅是制度，更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认同。陈志祥诚恳地说，年轻一代的台湾人超过 80% 认为自己是台湾人，而非中国人。这不是政治操弄的结果，而是在民主环境中自然形成的身份认同。他停顿了一下，看向李斯，我理解李同学可能认为这是台独思想，但请相信，对大多数台湾人来说，我们只是想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，而不是刻意与任何人为敌。李斯的表情有些复杂，似乎在消化这些信息。他小声说，但台湾从来没有正式宣布独立啊。陈志祥点头，是的，因为维持现状是大多数台湾人的选择。我们既不主动挑起冲突，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。来自美国的政治学研究生提问，在印太战略背景下，台湾扮演什么角色？从地缘政治角度看，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，控制着东亚航运的咽喉。陈志祥回答，
台湾海峡每年有近半数的全球集装箱船只通过，对全球贸易至关重要。他接着说，台湾也是印太地区民主阵营的重要一员。在价值观外交方面，台湾积极参与国际人道援助，疫情期间向全球捐赠超过5400万个口罩，展现了台湾能帮忙的精神。日本学生中岛感叹道，我记得疫情初期，当许多国家都在争夺医疗物资时，台湾却在向外捐赠，这确实令人印象深刻。陈志祥微笑着总结，所以当我们讨论台湾的国际地位时，不能只看表面的外交成员数量，还要看实质关系、共同价值和人民互动。在这些方面，台湾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深厚得多。就在讨论趋于平静之际，李斯突然提高声音，就算这样，迟早有一天，台湾还是会回归祖国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。甚至李斯的嘴唇有些发抖，甚至不惜使用武力。李斯的突然发言引发了现场的一阵紧张，原本平静的讨论气氛变得凝重起来。陈志祥没有立即回应，他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们，每个人的表情都各不相同，有困惑，有好奇，也有些不安。来自香港的学生默默低下了头，韩国学生和日本学生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李斯，陈志祥终于开口，声音很平静，你说的回归二字很有意思，要回归意味着曾经属于，但从历史角度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实际统治过台湾一天。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落入现场，李斯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他咬着嘴唇，双手紧握成拳。你这是分裂言论，他的声音因为情绪激动而微微发抖。这不是分裂，只是历史事实。陈志祥依然保持平静，我理解这个话题对大家都很敏感，但如果我们连基本事实都不能承认，又怎么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呢？就在气氛几乎要凝固的瞬间，一位年长的德国留学生马库斯站了起来。他已经40多岁，是剑桥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生，曾经经历过柏林墙倒塌。各位，马库斯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作为一个亲眼见证了德国统一过程的人，我想说几句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他，包括陈志祥和李斯。统一不应该是靠武力强制实现的，而应该是人民自由意志的选择。马库斯环顾四周，东西德的统一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它基于人民的共同愿望和价值认同，而不是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征服。李斯皱着眉头，中国的统一是历史必然。马库斯温和地笑了笑，历史没有必然，只有人的选择。如果统一意味着失去民主、自由和尊严，那么它的代价太高了。他看向陈志祥，我很好奇，如果不考虑任何政治压力，台湾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陈志祥深吸一口气，这是一个他思考过无数次的问题。他的声音变得更加真诚和个人化。作为一个普通的台湾年轻人，我可以分享我的个人感受。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希望能够继续过上自己选择的生活，保持我们习惯的民主制度和社会环境。他看着周围的同学们继续说，我的外婆今年88岁，她经历了从日本殖民时期到国民党威权统治，再到民主转型的整个历程。她常对我说，台湾最宝贵的财富是人民争取来的自由和尊严。陈志祥的眼睛有些湿润，我们不是刻意要与任何人为敌，也不是被美国或其他国家洗脑，我们只是想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们一样。这一刻，李斯的表情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他似乎第一次真正在听陈志祥说话，而不是急于反驳。来自泰国的女生珊妮轻声问道，如果台湾真的面临武力威胁，你们会怎么做？陈志祥坦率地回答，没有人想要战争，战争只会带来伤亡和痛苦，对任何一方都是如此。
但如果真的被迫选择，大多数台湾人会选择捍卫自己的家园和生活方式，这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勇敢，而是因为那是我们唯一的家。一阵沉默后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李斯突然低声说了一句，其实我从来没去过台湾。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，我所知道的台湾都是从新闻、社交媒体和官方宣传中了解的，也许我应该亲自去看看。这句话像一股清泉，瞬间冲淡了紧张的氛围。陈志祥微微一笑，欢迎你随时来台湾做客。我相信亲眼所见总比道听途说更有说服力。美国学生杰克忍不住问道，如果撇开政治因素，两岸的普通民众关系如何？陈志祥笑了，其实很多台湾人都有在中国大陆工作或学习的经历。我的表哥就在上海工作了5年，他交了不少大陆朋友。在个人层面，两岸人民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点和互相欣赏的地方。李斯也点点头，确实，我在北京上学时有几个台湾同学，除了政治话题，我们相处的还不错。马库斯若有所思地说，也许这才是解决争端的关键，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尊重。政治分歧可以通过对话解决，但如果人心相隔，那就真的难以弥合了。韩国学生金明洲眼神中闪过一丝感触，他轻声说道，听你们讨论，我不禁想到我们韩国。朝鲜半岛南北分治已70多年，统一民族却成了陌生人。其实我很好奇，如果两岸能和平共处，不必非要统一或分裂，会不会是更好的结果？这个问题让现场陷入了思考。陈志祥缓缓点头，实际上这正是多数台湾人的想法，维持现状，和平发展，或许是目前最务实的选择。李斯没有立即反驳，他似乎在认真思考这个可能性。片刻后，他轻声说，可能吧，只是在我们的教育中，统一一直被视为唯一的答案。马库斯微笑着说，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答案，只有不断演变的处境和选择。美国学生杰克突然提议，嘿，我们不如把讨论的焦点转向未来。如果撇开争议，两岸之间有哪些合作的空间和可能？陈志祥眼睛一亮，感激地看了杰克一眼。说到合作空间，陈志祥的语气变得轻松起来。两岸在经济、文化、科技等领域其实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。疫情前，每年有超过400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，近100万台湾人在大陆工作和生活。他拿出手机，展示了一组数据，台湾和大陆的年贸易额超过2000亿美元，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，而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累计已超过1000亿美元。这些经济联系编织了两岸民众的共同利益网络。李斯点点头，确实，我有个亲戚的工厂就是从广东搬到了台湾。他说台湾的营商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确实做得不错，除了经济，文化交流也很重要。陈志祥继续说，金曲奖和金马奖这样的文化盛会一直欢迎大陆艺术家参与，在音乐、电影、文学等领域，两岸创作者有着频繁的合作。一位对华语流行文化感兴趣的马来西亚学生插话，我超喜欢周杰伦和五月天，他们在大陆的演唱会总是一票难求。陈志祥笑了，是啊，音乐和艺术往往能超越政治分歧，直达人心。这时，一直安静聆听的印度学生拉胡尔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，那么如何才能避免两岸冲突，走向和平共处的未来呢？陈志祥思考片刻，认真回答，我认为关键在于3点，互相尊重、理性对话和时间耐心。他解释道，首先，两岸需要互相尊重彼此的差异和选择，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。其次，通过平等对话而非威胁胁迫解决分歧。最后，给和平进程足够的时间和空间，让两岸民众通过交流增进理解。李斯出人意料的附和，
确实，强硬手段只会激化矛盾。我看到网上有些极端言论，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。这句话引来了同学们赞许的目光。李斯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的变化，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陈志祥温和地说，每个人都有权利改变看法，能够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，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能力。马库斯缓缓起身，总结道，今天的讨论让我深受启发。两岸问题也许复杂，但我们看到，即使立场最初相距甚远的人，也能通过理性对话找到共同点。这不正是解决全球其他冲突的希望所在吗？他看向陈志祥和李斯，你们展示了未来的希望，不是靠武力威胁，而是靠理性、知识和相互尊重，才能真正解决差异。这时，负责组织派对的学生会主席走过来，笑着说，没想到我们的文化交流派对变成了国际关系研讨会。不过这正是跨文化交流的意义所在，不是吗？大家都笑了起来，紧张的氛围完全消散，派对重新热闹起来，音乐声再次响起。一些学生围着陈志祥和李斯继续着话题，另一些则回到了舞池，享受这个难得的夜晚。陈志祥走到饮料区，为自己倒了一杯橙汁。他看着眼前热闹的派对，心中涌起一种奇妙的平静。他没想到自己的解释会引发这样一场深刻的讨论，更没想到李斯会展现出思想的转变。就在这时，李斯走了过来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。两人一时无言，只是安静地站在一起。谢谢你的解释，李斯最后打破沉默，虽然我不能说完全认同你的观点，但至少我会多思考一下不同的可能性。陈志祥微笑着说，这就足够了。理解并不意味着必须认同，但愿意聆听和思考已经是最宝贵的品质。他举起杯子，敬理性的对话和未来更多的理解。李斯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举起了杯子，与陈志祥轻轻相碰，敬和平。在他们身后，派对依然热闹，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欢笑、交谈、跳舞，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这里交汇。透过窗户，可以看到剑桥大学古老的建筑沐浴在夜色中，静默地见证着这一幕。也许，就像马库斯所说的那样，世界上的分歧终将弥合，墙总会倒塌。只要有足够的理性、尊重和时间，没有什么问题是无法解决的。至少，在这个聚集了全球青年才俊的学府里，希望的种子已经播下。陈志祥望向窗外的星空，心中涌起一种深沉而踏实的力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有更多关于台湾的美好故事，请记得评论区留言，一起传递给所有热爱台湾的观众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